大家好，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。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是薄扶林。薄扶林这个名字最早其实应该写作这个富字。据说在很久之前，这里山谷林木茂盛，有成群的野鸭在此栖息，所以这里的居民便用薄扶林来称呼这片地区。但似乎这个富字并不常见，后来便改为了这个福字。另外，这里也是香港岛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。早在开埠前，薄扶林一带就已经有村落和农田了，并且在19世纪末，怡和洋行在这创办了牛奶公司，引荐了上千头乳牛后，还令薄扶林成为了牛奶的故乡。今天的路线，我们会先从港岛历史最悠久的薄扶林村开始，接着再去探索香港曾经的牛奶故乡，最后再去打卡一个超美且小众的教堂。好，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薄扶林的巴士站这里。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第一站呢，就是我身后这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薄扶林村。那我们 Let's go。薄扶林村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新安县志，距离至今已超过了300多年的历史。而这个村子最有名的莫过于中秋的舞火龙。虽说这里的舞火龙和大坑的一样，都是祈求平安、健康、赶走疫病，但想要在这舞火龙却比大坑困难得多，因为这个村子的巷弄又窄又挤，最窄的位置也就只能让一个人通过而已。那就在我探索村子的过程中，刚好碰到了舞火龙的教练，他们正在为中秋节的火龙做准备。那教练了解到我正在探索他们的村子，便也很热情地跟我讲解了不少关于舞火龍嘅歷史。嗰個叫做傳統，因為點解要舞火龍？以前就係因為有瘟疫。在講解的過程中，讓我了解到了他們村舞火龍所祭拜的和大坑也不一樣，他們並不是找觀音菩薩為火龍開光點睛，而是找專屬於他們村的守護神李林仙姐。這個名字是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聽過的，所以我也感到非常的好奇。那告別了教練後，我便立刻在他們村子裡面尋找起了屬於他們的守護神。我想問下咧，個李靈仙姐塔喺邊個位置啊？我行翻上去直行。哦，好啊，唔該晒。不行，真的得問了，不然我真的找不到那個塔在哪。唔好意思啊，想請問下李靈仙姐塔喺邊個位置？哦，呢度入去。行唔行得㗎？OK， 唔該。哦，就係呢個。隐藏在居民家里的这个李林仙塔，大概是在1910年代建成，是一座由花岗岩砌成、高约5米左右的塔。那关于这个李林仙姐是谁，大概可以分为2个传说。相传过往的薄扶林村每晚都会有怪声和怪异的东西出现，相当的困扰村里的居民。后来呢，有一位这里的村民梦见了一位叫李林仙姐的少女，她承诺会为村民驱散怪异的东西。至此，这个村便也就安宁了。而第2个则是说，在200多年前，这里的村民医疗知识匮乏，正巧当时有一位道士会为村子祈福治病，于是这位道士便附身到一位叫李林的少女身上，再由这位少女去化解村里的病痛。那虽说2个故事都挺玄幻的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也便是独属于薄扶林村的文化。那这个村呢错综复杂，我是真的逛迷路了。那接下来我就不逛这个村了，接着呢我就带你们去探索一下这个地方被称为牛奶故乡的原因。那我们 Let's go。
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2栋很残旧，但屹立在村中间的这2栋高建筑物，便就是当年免费给牛奶公司的员工所居住的宿舍。这2栋宿舍加起来一共有100多个单位，那每个单位呢都可以居住1户人家。在当时还没有公屋的50、60年代来说，可以居住在这种环境里面，可见待遇是相当的高了。并且为了方便员工上班，这2栋宿舍其实是建在牧场的正中间。当时的牧场范围大概是从现在的玛丽医院再到华富村这一片位置。那现在呢，在宿舍旁边的山里面还能找到一些当时遗留下来的建筑物，比如是草庐、水槽等，都可以在这一片森林里面找到。那现在呢就已经探索完了牛奶公司宿舍的遗址，那接着呢我就带你们去参观伯富林牧场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走到了就是这个伯富林牧场，那我们进去买票，没記錯好像25塊。係想買飛參觀 ，OK， 好唔該 ，OK 買了門票啦。伯富林牧场其实就是之前牛奶公司的高级员工宿舍活化而成。除了是现在的香港1级历史建筑物外，这里还是一个可以参观的展厅。那展厅里面便有当年牧场的发展史。那我也因为这个展厅里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的讲解，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牛奶公司的历史。原来公司的创始人 Patrick Manson 是一位医生，因为在19世纪末，香港的儿童普遍都缺乏营养。那这位医生为了给他们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，从而便引进了乳牛，制造牛奶给他们喝。也正就是因为这一个善举，便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BFI 零售集团。在它的旗下就有我们熟知的惠康、冠霖、7-Eleven， 还有宜家和美心等。另外，这个展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就在我来拍摄的当天早上，他们公司决定了在8月份为伯富林的一位90多岁的邮差爷爷举办一个摄影展。那这个邮差爷爷，他从80年代便开始为伯富林一带拍下了数以万张珍贵的胶片。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时候再来这个牧场参观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带你们去一个超漂亮的教堂。那个教堂呢，其实就是在这一个牧场的旁边而已。但是现在呢，就下超大雨的，可能拍出来没有很好看。那我到时候我也会找网上面的一些照片给你们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出发吧。伯大尼修院建于1875年，是香港唯一的新哥德式教堂建筑。这个教堂不止外表好看，里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惊艳，所以这个教堂便成为了香港最受欢迎的婚礼场地之一。另外，这个教堂它还是一部浪漫爱情电影的重要取景地，那就是任贤齐和张柏芝的《心愿》。但现在这里是演艺学院的学校，所以呢是不可以进去里面参观的，只能在建筑的外围打卡。一个窄得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的巷子，却可以舞起火龙；一个快要被人遗忘的名字，依然有人在虔诚供奉；一个善意的念头，喂养了几代人的成长。时间一直往前走，村落会老，牧场会变，
有些地方或许终究无法到达，但只要还有人记得，还有人虔诚，这些故事就不会消失。那因为呢，现在雷雨天气的关系呢，那我这里就不太敢放无人机，我怕等会一个雷直接给它劈下来了。那正常情况下呢，最后一站并不是这里，而是在这里对面的一个水塘，就是伯父林水塘。那个水塘呢，是香港的第一个公共水塘。但现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过不去了，感觉等会应该要下大雨。好，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你的支持是我创作最大动力，请帮我点个赞和关注，谢谢。那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